反种族歧视者、没礼貌的球员、骄傲自大是现在维尼修斯身上的标签。比赛时被对手犯规后，一直嘴里喋喋不休地和对方打嘴炮，加上一些不尊重对手的表现，让他的好感度一直下滑。除了皇马球迷，其他球队的球迷非常讨厌他，不是因为他的足球技术，而是他在球场上的种种行为惹人反感，让人讨厌。德国诗人赫尔曼说：“如果你讨厌一个人，证明你还不了解他。如果深入了解他的背景，或许你对他有不一样的看法。”今天这期视频就带你来聊聊他的故事。他出生在巴西的贫民窟，6岁就被父亲送到弗拉门戈当地社区的足球机构。一开始他踢的是5人制室内足球，但他的父亲并不想让他以后只踢5人制的足球比赛，就送他去当地最大的职业俱乐部弗拉门戈。他的天赋在同龄人当中异常突出，教练就让他跟比他大的球员一起踢球，即便对手比自己大，他还是主宰着比赛，进球对他来说太简单。他13岁就入选巴西 U15 国家队，并在 U15 南美杯上打进了6个进球和送出5个助攻，帮助巴西夺得 U15 美洲杯的冠军。这次杯赛过后，欧洲的球探都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球员即将是下一个内马尔。弗拉门戈 U15 少年队因为有了他，球队夺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并保持90场不败。巴甲的另一支球队科林蒂安试图将他挖走，他们给出了很好的报价，但弗拉门戈并没有同意放走他。他刚满16岁不久，弗拉门戈就给了他第一份职业合同，签约3年，解约金3000万欧元。一位16岁的球员解约金能达到3000万欧元，而且还没为职业队出场一场比赛，甚至 U17 青年队也还没有出场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拿他的老乡热苏斯来比较一下，热苏斯在巴甲球队帕尔梅拉斯升上职业队之后，他在这个球队的最后一份合同解约金是4000万欧元，而且他那时已经参加过奥运会，球队才敢把解约金调到这么高。弗拉门戈敢给维尼修斯一位还没有出场过职业赛场的青年球员这么高的解约金，可以看出他们非常的看好他。他挑衅对手的招数在他 U15 比赛里就已经发生，在比赛时他会用一些不必要的过人动作来挑衅对手，经常和裁判发生争执，这些行为给欧洲俱乐部的球探留下了负面的评价。他挑衅的行为都发生在落后对手的比赛中，他不喜欢输，他的好胜心很强，他想要赢得胜利。这或许和他是黑人的背景有关，他出生于贫民窟，又是黑皮肤，肯定遭受过别人的冷嘲热讽，所以他对不尊重他的人非常敏感，挑衅别人或许是在保护他自己的尊严。在弗拉门戈上场了一场职业比赛后，巴萨和皇马就看中了他，尽管他第一场表现并不好，这次比赛他3次传球失误，3次丢掉球权，持球时间才13秒，但巴萨皇马还是想要将他早点签下来。但因为 FIFA 的规定，未满18岁的球员不能国际转会，但可以签约，到了18岁就能加盟球队。巴萨之前签约内马尔的时候，皇马没有在报价上面赢下巴萨，后来内马尔成为世界级别的球星，更让皇马咬牙切齿，所以这次抢夺维尼修斯，皇马放话，无论巴塞罗那报价多少，我们都要比他们更多。巴塞罗那给维尼修斯的报价是2500万欧元，远远低于他的解约金3000万欧元，而皇马报价是4500万欧元，这让弗拉门戈马上同意这笔交易。在巴西的球迷看来，皇马被弗拉门戈骗了，维尼修斯根本不值4500万欧元。要知道，内马尔加盟巴萨的时候，转会费是5700万欧元，而且当时内马尔已经在巴甲联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维尼修斯才踢了一场巴甲联赛就值4500万欧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一个理智的交易。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维尼修斯的故事和内马尔很相似，准确来说，跟巴西的很多球员的经历相似，有的像内马尔一样取得成功，有的则被抛弃。威灵顿·席尔瓦在青训时期和内马尔有着一样的天赋，也被媒体报道为下一个内马尔。他被阿森纳签约，踏上了欧洲的舞台，但却没有站稳脚跟，在阿森纳踢不上主力，最后被租借出去，然后回到了巴甲，而他早就被人遗忘。球迷担心维尼修斯这么早签约豪门俱乐部也会落得如此下场。他是当时最贵的未成年球员，超过了帕托、
贝尔和罗纳尔多。皇马为了避免维尼修斯受伤，在签约条款加入了一项保险，这保险内容是，如果维尼修斯在18岁之前为弗拉门戈比赛受伤，皇马将会获得一定金额的赔偿。这条款其实就是限制了弗拉门戈让维尼修斯上场的次数，让他18岁加盟皇马时是健康的。弗拉门戈对阵智利的球队比赛上，维尼修斯替补出场，他禁区内爆射打进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进球，帮助球队顺利晋级。在8强，弗拉门戈面对弗罗米嫩塞，首回合弗拉门戈取得胜利，但在次回合的比赛里，弗罗米嫩塞3-1取得领先。维尼修斯在下半场第68分钟替补上场，他在左路发动进攻，传球给中路，让队友取得进球。在比赛第83分钟，他在右路突破，造成对手犯规后获得任意球，而这个任意球帮助队友再次取得进球。次回合3-3，总比分4-3，弗拉门戈取得胜利。一位体育记者评论道：“他才17岁，一个17岁的球员在这样一场重要的比赛中出场并产生影响，并不正常，也不常见，也给怀疑他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刚满18岁，他就火速前往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俱乐部邀请球迷到现场观看他的加盟，这是给他的肯定，也给他带来了压力。他在巴甲的一切成绩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2个联赛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皇马给他制定的计划是把他注册为青训球员，为皇马 B 队出场，但可以跟一线队训练，4500万买个青训球员。巴塞罗那的球迷嘲笑皇马的做法，也认为他们成功欺骗了皇马，在一个年轻球员身上花了这么多的钱，钱花的值不值，只有上场表现才知道。他在皇马 B 队表现非常出色，这让他入选了马德里德比的大名单。他在下半场86分钟替补出场，完成了西甲的首秀。他非常激动地说：“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在伯纳乌的首秀，穿着皇家马德里球衣，我很自豪。在德比战中首秀，没有比这更好的出场方式了。球迷们从我热身开始就一直支持我，我真的非常开心。”1个月后的国王杯32强，他首次以首发球员的身份上场比赛。尽管这场比赛他没有取得进球，但他在左路的表现非常出色，送出了2个助攻，帮助皇马获得胜利。过了4天，西甲第11轮比赛快要开始，在此之前的5轮西甲比赛里，皇马都没有获得胜利，这在皇马球迷看来是绝对糟糕的赛季开局。比赛第73分钟，维尼修斯替补上场，此时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在第83分钟，他左路突破内切射门，足球打到对方身上折射飞进球门。这个进球是他在皇马的第1颗进球，他通过这颗进球结束了皇马5轮不胜的局面。他连续好几场比赛有着出色的表现，主教练索拉里让他的出场时间慢慢增多，欧冠比赛都让他首发出场。在19年2月获得了皇马队内的最佳球员。当一切都慢慢好起来的时候，他在欧冠对阵阿贾克斯的比赛中受伤，右脚踝韧带断裂，需要3个月的恢复时间。这次受伤也影响到了他的国家队比赛，因为在皇马有好的表现，他第1次被巴西成年国家队邀请，但这次受伤延迟了他为巴西成年国家队的出场。他从受伤到复出比赛有7个月的时间没有为皇马进球，这使得他队友有点不信任他。在西班牙超级杯决赛皇马对阵马竞的比赛里，双方拖进点球大战。关于谁来主罚前5个点球，当时的主教练齐达内全权交给队长拉莫斯来决定。拉莫斯想要马里亚诺主罚第1个球，但被拒绝了。第1个主罚压力太大。此时维尼修斯举手表示想踢第1个点球，但被拉莫斯无视，他选择让卡瓦哈尔主罚第1个。接着维尼修斯多次举手表示想踢点球，都被拉莫斯无视，也没有队友为维尼修斯说话，可以说明此时皇马全队对维尼修斯并不信任。本泽马也对维尼修斯表达过不信任的看法，或者说那时对他还有点偏见。在欧冠对阵多特蒙德中场休息时间，本泽马用手捂住嘴，用法语和皇马左后卫门迪说了一些悄悄话，但被镜头捕捉了下来，并有唇语专家进行了解读。本泽马和门迪说：“他爱干什么就随便他吧，兄弟，别给他传球了，他在和我们作对。”虽然本泽马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哪位球员，但在那场比赛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下半场比赛中，维尼修斯给本泽马传了9次球，但本泽马下半场1次球也没有传给他。如果是以前 C 罗在左边的话，本泽马不传球肯定被骂死。媒体由此推测，本泽马和门迪用法语说的悄悄话指的就是维尼修斯。好在通过主教练齐达内的调解，没有影响到球队的和睦。维尼修斯说：“媒体只会制造噪音，但这些噪音对我没有意义。本泽马和我不仅仅是队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都是职业球员，我们知道自己在球队的位置。如果你曾经踢过校队的比赛，当你队友表现不
好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轻易的把球传给他，因为你会担心他会失去球权。当你队友状态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和他打配合，然后对他称赞有加。当维尼修斯状态恢复的时候，本泽马和他打出来非常多精妙的配合，也在媒体面前称赞他。他在最近还建议他的法国老乡姆巴佩都向维尼修斯学习。21到22赛季，安塞洛蒂接过皇马的教鞭，维尼修斯在皇马的状态越来越好。在那个赛季西甲前5轮，他都取得了进球。他为球队出场的前11场比赛就打进7个进球，超越了上赛季他所有比赛的进球数。整个赛季下来，他打进了17个联赛进球，都是运动战取得进球，没有点球，也送出了10个助攻，帮助皇马夺得西甲冠军和欧冠冠军，名气和球队地位也随之上升。他已经成为皇马最稳定的球员之一，但那些批评他的人没有停止对他的攻击，这些批评者用最卑鄙的手段来攻击他。种族歧视，西甲球迷种族歧视球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阿尔维斯就被丢过香蕉，意思形容他是黑猩猩，但阿尔维斯捡起香蕉吃掉来化解这个歧视行为。但维尼修斯面对歧视行为非常的敏感，当球迷骂他是个猴子、笨蛋的时候，他非常不开心。皇马对阵瓦伦西亚这场比赛里，瓦伦西亚球迷一直用歧视的词语骂他，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球迷对骂。赢下比赛可以很多手段，可以用战术，可以用点小花招，可以利用规则漏洞，但如果为了赢上升到肤色和种族，就是非常下三滥的手段。维尼修斯这场比赛结束没有接受采访，而是在社交媒体这样写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在球场遭遇种族歧视了，种族主义在西甲好像是正常的，这里曾经是大罗、小罗、C 罗、梅西效力联赛，如今却成为种族主义的舞台，我会和种族主义者抗争到底，即使让我离开西甲。他在22到23赛季为皇马出场了53场，打进23球，并送出19个助攻，获得西甲赛季最佳球员，也跟随巴西队出战2020年的世界杯。接着在23到24赛季，他第一次穿上了皇马的7号球衣，并在这个赛季他的进球数超越了卡洛斯，成为皇马进球数第2多的巴西球员，第1则是罗纳尔多。在欧冠皇马杀进决赛，他在下半场83分钟打进1球，帮助球队夺得欧冠冠军。凭借西甲和欧冠的表现，他非常有希望获得金球奖，他自己都已经相信今年的金球奖是自己的了。但到了快要颁奖的那几天，皇马突然收到消息说维尼不会夺得金球，获得金球的是罗德里，这让皇马和维尼修斯非常不满颁发金球奖的机构，而皇马全队没有一个人出席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外界猜测维尼修斯不得奖的原因可能是他名声最近一直下滑有关，他在球场上挑衅对手的行为惹人反感。球迷评论说他自己一直说讨厌种族主义的行为，但他在球场上挑衅对手的态度和种族主义者没什么两样。我不评价维尼的行为，留给观众自己评价吧。我觉得维尼一路走来，遇到过低谷，被队友无视和误会，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他内心的敏感和脆弱都源于他的背景和曾经的生活。他花很多钱给巴西的教育，想让巴西的孩子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他想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所有肤色都一样，不要有种族歧视。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个赞吧。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